好耶，又来给各位做大冒险的视频啦。本期视频的主角是4星角色欧洛伦。那么视频开始之前，还是例行声明一下，本期视频的所有录屏和数据都来源于创作体验服，创作体验服仅供参考，大家届时还是以正式服时装的数据为准。视频开始之前，还是老规矩，我先给大家详细展示一下欧洛伦这一个角色的技能机制，还有实战中的操作手法，以及他的跑图能力。如果屏幕前的你是原神高手，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些基础信息呢，可以选择跳过这一段，从本期视频的10分钟整开始看哦。先来看一下它的普攻，点按普攻是3段的物理剑击，没有什么特别的。长按普攻呢，它是一个雷系蓄力剑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也就是说，普攻在实战中几乎没有什么用处。虽然实战中毫无用处，不过它的长按普攻呢，可以让它进入一个叫做灵觉的状态。这个状态呢，可以让它和纳塔地区的涂鸦什么的进行一个交互。这个交互沿袭明世龙的交互规则，让大家的探索会变得方便一些。接下来我们来看 E 技能。释放 E 技能，它会丢出一个雷球，这个雷球会在敌人之间弹跳3次。好，3次，每弹跳1次都会造成雷元素伤害，弹跳3次之后雷球消失。如果场上只有1个敌人的话，那么雷球弹跳1次就消失啦。E 技能的冷却时间15秒，就是那么简简单单平平无奇的一个技能。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大招，它的大招也超级简单，超级平平无奇。释放大招的瞬间，首先造成具有夜魂性质的雷元素范围伤害，然后召唤超音灵眼。超音灵眼会持续嘲讽周围的敌人，吸引敌人攻击，并且它会旋转。旋转的同时给敌人造成有夜魂性质的雷元素伤害，并且给敌人挂雷。具体的伤害系数、持续时间还有冷却时间、元素能量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释放大招先造成一个范围雷伤，然后这个超音灵眼开始旋转，嘲讽敌人攻击超音灵眼啊，并且给敌人造成雷伤和挂雷，这就是它的大招的一个展示了。总结下来，它的3个主动技能就是普攻没有用， E 技能造成雷伤的同时短时间挂雷，大招造成雷伤的同时长时间挂雷，并且嘲讽敌人，就是那么简简单单。而欧洛伦真正具有含金量的技能是这一个固有天赋。这个固有天赋先从下面开始看，更容易理解一点。我先给大家解读下面。附近的敌人受到感电反应的伤害，或者队伍中附近的其他角色造成有夜魂性质的伤害时，若欧洛伦至少拥有10点夜魂值，那么他会消耗10点夜魂值进入夜魂加持状态，并且基于欧洛伦攻击力的 160%， 对周围至多4名敌人造成具有夜魂性质的雷元素伤害，每 1.8 秒触发1次。我来给大家实战展示一下。实战中，欧洛伦的夜魂值上限是80点，并且会在他的头像下方进行显示。当他的夜魂值超过10点的时候，如果我们队伍中有人造成了感电反应，那么他就会消耗10点夜魂值，给对面降下一道落雷。这个落雷每 1.8 秒会触发1次。在这一段录屏中，这一个8894的伤害就是欧洛伦降下的落雷。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非得要用感电反应才能触发这个 1.8 秒1次的落雷，我们只要造成具有夜魂性质的伤害，也可以触发这个落雷。那看见没有？希诺宁造成有夜魂性质的炎元素伤害，也触发这个落雷了。这个落雷最多可以攻击范围内的4个敌人。从这一段录屏来看呢，它的范围还是很大的。看见没有？这4个盗宝团都被我劈到了。不过如果一个敌人隔得太远就劈不到了。比方说左上角这个穿紫色衣服的盗宝团就已经超过落雷的范围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劈到它。而我稍微再靠近它一点，它又进入了落雷的范围内，我就又劈到它了。这就是落雷范围的一个大致展示。
现在我们都知道它每 1.8 秒消耗10点夜魂值降下一次落雷了，那么它的夜魂值应该怎么补充呢？两种方法，第一种，队伍中附近的角色触发夜魂迸发，欧洛伦直接加40点夜魂值。第二种，释放元素战绩后的15秒内，队伍中其他角色类型为水元素或雷元素的攻击命中敌人时，欧洛伦获得5点夜魂值，每 0.3 秒至多触发一次，期间最多触发10次。给大家演示一下，先来看第一种方法。现在我的欧洛伦1点夜魂值都没有，但是我的队伍里如果有人触发夜魂迸发，他就直接加了40点，也就是1半的夜魂值上去。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方法，欧洛伦释放 E 技能之后的15秒内，队伍中有人触发水或者雷元素伤害，他的夜魂值也会增加。这就是欧洛伦补充夜魂值的两种方法。根据我的游玩经验，实战中欧洛伦的夜魂值几乎是用不完的，在几乎所有适合他加入的队伍中，他的夜魂值的补充都比消耗来的要更快。也就是说，虽然官方说他的夜魂值的上限为80点，但是实战中欧洛伦的夜魂值给人的体验就是无限大。甚至我在用欧洛伦辅助娜塔角色的时候，我不上任何水系和雷系队友给欧洛伦补充夜魂值，他的夜魂值也用不完。来，先触发一次夜魂迸发，好的，欧洛伦直接补40点夜魂值。然后欧洛伦的夜魂值慢慢消耗的过程中，我们又触发了夜魂迸发，又补充40点夜魂值，以此进行循环，你的夜魂值几乎就是永续的了。总之，我辅助娜塔主 C 队夜魂值都嘎嘎够用，更不用说水雷感电队了。实践出真知，这个呢是一个水雷感电队，我打给大家看看。注意观察欧洛伦的夜魂值是不是完全根本用不完。最后，在战斗方面，欧洛伦还有一个作用。当元素战技命中敌人的时候，欧洛伦将获得15秒的灵象之印效果。这个灵象之印可以让队伍中当前的角色普攻、重击和下落攻击命中敌人后，为该角色获得3点元素能量，并且欧洛伦也会获得3点元素能量，持续期间内最多触发3次，也就是给战场角色和自身为负9点能量。剩下的2个呢，就是他的一个跑图天赋了。第一个跑图天赋，欧洛伦在场上的时候，可以使队伍中所有的角色滑翔速度提升 15%， 很简单易懂。第二个跑图天赋，欧洛伦在跳跃的过程中，如果长按着跳跃，那么他就会进行2段跳，让他跳得更高一点。并且在2段跳的过程中，我们如果长按普攻，它就会定在空中进行瞄准，还是非常的酷炫的。同时，如果是在纳塔地区的话，欧洛伦会额外消耗1点燃速，让他的2段跳跳得更高一些。说实话，看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欧洛伦的这个2段跳有点鸡肋，没有之前的纳塔角色的跑图能力实用呢？但其实欧洛伦真正的用处是配合恰斯卡一起使用。欧洛伦和恰斯卡、基尼奇一样，可以在空中进行夜魂传递。如果你没有基尼奇的话，就可以让欧洛伦和恰斯卡进行夜魂传递，让你在跑图的过程中空中完全掉不下来。好的，我们现在等一下恰斯卡的这一个冷却时间结束，进行夜魂传递 ，nice。然后我们现在又可以等欧洛伦的夜魂传递的冷却时间结束，再传递给欧洛伦，这才是欧洛伦在跑图的最实质性用处。说完了所有他的技能机制和跑图能力，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他的实战操作手法。超级简单的，E 一下之后就立刻下场，然后就可以切其他感电角色出来 C 啦，或者切其他纳塔角色出来 C。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的 Q 技能能量够了，也可以出来按一下 Q 啊什么的。好的，那我这边 Q 技能能量有了，然后我可以按一下 Q， 嘲讽一下敌人啊什么的，然后我又可以切下去了，就靠他的那一个副 C 天赋辅助打输出就可以了。这就是欧洛伦的实战操作手法。
以上就是欧洛伦所有最基础的东西的详细讲解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个人感觉已经是保姆级的讲解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还不要忘记给一个免费的赞支持一下哦，非常感谢大家。接下来进入实战环节。欧洛伦在实战中可以总结为，在水雷感电队以及纳塔角色作为战场主 C 的队伍中，他只需要每15秒切出来开一个 E 开一个 Q， 然后大部分时间都站在后台，就能提供 1.8 秒一次的范围雷伤。这个范围雷伤一次最多可以击中4名敌人。那么它的这个范围雷伤会是多少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先给大家展示一下灵命天赋999。武器带着精炼1阶的飞雷圣遗物，给大家看一下，我带的是如雷4件套啊。个人感觉圣遗物的副词条还是不错的，然后具体属性是这样一个样子的，可以算是灵命欧洛伦输出的一个极致表现啦。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 E 技能，E 技能伤害16000，大招伤害看一下。大招伤害先是14000，然后这旋转的伤害呢都比较低。然后我们看一下那范围雷伤的伤害是多少。好，没暴击啊。好，暴击了是8000多，8017的范围雷伤，每 1.8 秒可以触发一次8017。实话实说，如果只看输出层面，那么欧洛伦的输出是非常平平无奇的，标准4星角色的一个输出，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如果只看输出的话，欧洛伦对比之前的老角色神子还有小艾咪呢，是没有什么太大优势的。但是欧洛伦的含金量在于哪？含金量在于它其实可以不用带如雷这样的原始人输出套，也不用带像千言牢固这样的原始人辅助套，它可以带上3体圣遗物进城勇者会卷，给它以及战场的主 C 都提供 40% 的元素增伤，依然是刚刚的0+1的欧洛伦，然后圣遗物我给它换成了进城勇者会卷4件套啊，综合的输出面板比刚刚的如雷套还要更低一点。我们看一下勇者套打出来的伤害怎么样。刚刚如雷套打出来的伤害是8017，而换上勇者套后，由于勇者套它自己也吃得到，伤害只降低到了7754，并没有降低多少。也就是说，在实战当中，带勇者套的欧洛伦的自身输出是逼近带如雷套的，同时勇者套还能给队友提供 40% 的元素伤害加成，所以勇者套才是它的最佳归宿。也就是说，灵命的欧洛伦总结下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可以给全队提供一些平平无奇的范围雷伤副 C 的同时，给队友带来勇者4件套巨量收益的这样一个副 C 辅助。这两个作用中，勇者4件套给战场主 C 带来的收益呢，我个人觉得比欧洛伦自身提供的副 C 还要更重要一点啊。但是我们先别急，欧洛伦它也并不只是勇者4件套的触发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命座。如果你的欧洛伦达到了6命，那么他每一次在后台触发范围落雷之后，都会使自己当前场上的角色攻击力提升 10%， 持续9秒，至多叠加3层，每层独立计算持续时间。也就是说，6命的欧洛伦不仅可以让全队吃到 40% 的进城勇者会卷的效果，还可以让战场主 C 吃到 30% 的攻击力提升，这个提升是很恐怖的。分别给大家测试一下，白板公子一个大招打出来的伤害是47740，这边是灵命的欧洛伦辅助公子57175，而这边是6命的欧洛伦辅助公子，伤害提升到了64139。别急，伤害还能提，再给欧洛伦带上终末阶探之师，伤害直接提升到了68782。身为一个拥有一定副 C 输出能力的角色，居然可以给主 C 的增伤拔高 40% 左右，确实非常的香。
但是只论增伤，比起万叶和班尼特这一类呢，还是有一点差距的。这个嘛也不奇怪啊。我们再来用恰斯卡最为直观的展示一下欧洛伦一个人对恰斯卡的增伤有多少。这一段录屏呢是欧洛伦没有加入恰斯卡队伍的录屏。我这个6命的恰斯卡一波输出打下来，罗基艾维尔森掉了这么多的血。而这一段录屏呢，我在恰斯卡队伍里面加入了欧洛伦，很明显掉血量比刚刚快多了，现在已经达到刚刚的掉血量了，但是我还能再放一枪，还能再开一个大招，增伤是立竿见影的。那么看完了高命欧洛伦对全队的辅助增伤能力，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高命欧洛伦自身的输出。其实除了6命以外，1、2、3、4、5命都是提升他自身输出的命座。1命E技能的弹跳次数增加2次，从3次变成5次，但是如果场上只有一个敌人的话，还是只会弹跳1次啊。此外，E技能命中敌人之后，会有持续12秒的后台落雷，提升50%增伤的效果。2命释放元素爆发之后，欧洛伦将获得持续9秒的零式超感，这个零式超感可以让他获得8%的雷元素伤害提升啊，并且大招每命中一名敌人呢，都将使欧洛伦额外获得8%的雷元素伤害提升，最多获得32%的雷元素伤害提升。3命增加 E 技能的伤害，没有好说的啊，鸡肋命座。4命元素爆发召唤的超音灵眼的旋转速度提升25%，此外释放元素爆发后，欧洛伦直接恢复8点能量。5命提升大招伤害也没啥好说的啊。6命除了拐队友的伤害以外，6命还可以在释放元素爆发的时候额外触发一次2倍伤害的后台落雷，这就是欧洛伦命座的一个全解了。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6命欧洛伦自身的伤害怎么样。圣遗物依然是刚刚的那一个进城勇者绘卷啊，具体属性面板刚刚也给大家看过了。武器依然是带着精炼1阶的如雷，现在天赋是9、12、12。先给大家看一下6命欧洛伦的对群伤害。好的，1技能没暴击是5000多，暴击了18000，然后现在打大招啊。哦呦，这大招瞬间触发的伤害还挺高的，但这旋转的伤害还是不太高。然后感电触发的落雷伤害是10518，这就是6命欧洛伦对群的一个输出能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对单体 BOSS 的一个输出能力。一个1技能17612，开大招。大招瞬间伤害还挺高的，然后我们用希诺宁来触发这一个落雷。希诺宁本身我把他的所有圣遗物和武器都下了，所以希诺宁自身的伤害可以忽略不计。反正就是一波下来打了妙脆角1/4左右的血量，这就是6命非雷欧洛伦的一个自身伤害。那这个时候有的小伙伴也要问了，我不想给他用5星武器怎么办呢？最好的4星下位替代静谧之曲，我在这里给大家试一下精炼5阶的静谧之曲的一个伤害啊。所有的圣遗物还有命座呢，都和刚刚用飞雷的一模一样。带上静谧之曲后，它的属性面板是这个样子的。带上静谧之曲之后，其实伤害和刚刚的飞雷差不多。真差不了多少，刚刚飞雷落雷的伤害是10340，而静谧之曲落雷的伤害是9333啊，其实静谧之曲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在武器推荐方面，飞雷、东极、弱水这一类武器呢，固然是最好的，但是我个人感觉没必要，直接给他带上静谧之曲就完事了，和限定5星武器差不了多少。而限定5星武器就让给那些5星角色去用吧。然而个人还是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周末阶探之师才是最好的，毕竟它的增伤能力才是最重要的。说完了武器之后，我再给大家小结一下圣遗物的带法。圣遗物
唯一选择就是晋城勇者会卷，不要选择其他的啊。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有人问了，黑曜秘典能不能用呢？很可惜，黑曜秘典要角色在场上时才能触发2件套和4件套的效果，所以黑曜秘典对于他来说覆盖率太低了，不推荐。至于属性方面呢，杀带攻击力，杯带雷伤，球带暴击暴伤。副属性的话，优先选择双爆，其次选择攻击力、充能，还有元素精通。最后给大家说一下欧洛伦的配对。欧洛伦可以说只能组2种队伍，一个是以纳塔角色为主 C 的队伍，最适合的就是恰斯卡，尤其是6命的欧洛伦还能进一步给恰斯卡提升30%的攻击力。如果你的欧洛伦达到了6命，而恰斯卡却只有0命的话，这一个队伍才是恰斯卡的完全体队伍。0命的恰斯卡如果有6命欧洛伦的加持，可以说是比8重神子、比申鹤还要更强的。但话又说回来，你欧洛伦都已经6命了，那你恰斯卡很有可能已经1-2命了，所以大家这个队伍呢可以参考。1-2命的恰斯卡其实也可以用欧洛伦去拐的啊，这个大家大可放心。而除了恰斯卡以外的纳塔主 C 呢，就不太适合用欧洛伦去辅助了。马拉妮适合打蒸发，基尼奇适合打燃烧啊，所以欧洛伦暂时在纳塔主 C 队里呢，只能加入恰斯卡队。接下来我们来看感电队。如果你的感电队使用的是雷 C 战场，比方说克洛琳德，那么我推荐你像这样子队。其中如果你没有叶兰的话，叶兰的位置可以换成行秋，希诺宁那边的话可以换成万叶或者钟离。如果你的感电队是水战场组 C， 比方说公子啊、灵人啊什么的，那么我推荐你像这样子队。其中8重神子可以换成小艾咪，然后希诺宁呢依然是可以换成万叶。给大家打一场感电队的实战看一看啊。小艾咪上雷，怪头上那1万多的伤害就是欧洛伦打出来的，大家仔细观察，看见没有？好的，公子交大招。这感电队的伤害太难看清楚了，什么伤害是谁打出来的都不太清楚了。好，欧洛伦继续上，这就是感电队的一个实战啦。最后可能大家还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欧洛伦可不可以边打感电边打其他反应，比方说加入这样的队伍呢？我个人的评价是我不太建议啊。欧洛伦在感电队里，他只要被抢了反应，那他就是完完全全的一个摸鱼角色。我尝试过把他加入非纯水雷队的队伍，比方说这个激战队，仔细观察，在艾尔海森战场的时候，欧洛伦的夜魂值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几次下降的过程，也就是说欧洛伦在这个队伍里就没有触发过几次他的副 C。对于这个队伍来说，你上欧洛伦完全不如上一个小艾咪来的实在。再来看一下这一段录屏，这一段录屏呢，我使用的是火系战场 C 进行战场。由于火元素和刚刚的草元素也一样，跟水和雷之间抢反应，欧洛伦的夜魂值呢也并没有下降几次，也就说明了他在队伍里面完全就是一个白板，没有起到多少作用。目前欧洛伦只能加入恰斯卡队以及纯水雷的魔王武装队。至于后续纳塔出了更多的主 C 呢，欧洛伦的配对方法可能就会更多一点，这个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总结下来，欧洛伦就是这样一个拥有不错的副 C 能力的同时，还能给恰斯卡和感电队带来非常不错的增伤收益的角色。虽然目前它可能配对比较狭窄啊，但是随着纳塔的后续角色慢慢时装，我个人感觉欧洛伦是真正可以未来可期一下的。我个人是比较建议你练一个的，特别是如果你弄到了6命啊，那么是非常建议练一个的啊。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由于是一个4星角色啊，所以在一些方面可能做的没有5星角色那么详细，大家也请多多担待。不过我个人感觉这一期视频应该把屏幕前的你想看的东西都涵盖清楚了。喜欢的话还不要忘记点一个免费的赞哦，非常感谢大家。最后祝你欧气满满，身体健康，再见。